你要多少發子彈呢？50發就夠了。50發哪裡夠啊？我給你100發，我讓你打個勾。新兵僅用1發子彈，150米外一槍擊穿司令員手上的火柴盒，而也因此一戰成名，讓司令员陈大雷如獲至寶。不僅跟他称兄道弟，取名陈二雷，請他吃肚包鸡，甚至滿心歡喜的他還生出一個大膽的念頭：其實咱們6分區啊，神槍手不用多，有一個排的神槍手就足夠了。陳大雷的想法未免有點異想天開了。要知道，在那個兵員素質參差不齊、彈藥極度匱乏的年代，一個神槍手已是百裡挑一，更何況是新兵順柳這般天賦異稟的奇才。司令员，真正的神槍手都是天生的，恐怕沒辦法成為一個排。順柳的話雖樸實，但十分中肯。他的槍法之所以能百步穿楊，一半是老天爺賞飯吃的天賦，另一半則是父親從小嚴苛訓練打下的根基。但這般神準槍法哪是輕易能批量練成的呢？陳大雷的心願也就此落空。然而，就在陳大雷沉浸在喜得神槍手的喜悅中時，死亡的陰影已悄然籠罩。一支日軍中隊配屬一個偽軍大隊，攜5、6挺機關槍、4、5門鋼炮，正殺氣騰騰地準備下鄉掃蕩。請吳司令率黃巾軍朝黃莊一站偵察前進，我率日軍在黃巾軍後方5里處隱蔽跟進。如果發現敵情，絕不可從敵，不可怯戰，務必徹底拒殲。嗨！鬼子坂田的算盤打得叮當響，明擺着讓偽軍衝在前面當炮灰。可偽軍司令吳大巴拉也絕非毫無腦子的草包，亂世之中摸爬滾打多年的他，早已練出一身保命的狡猾。這是東洋馬的馬糞，相信那些土馬絕對拉不出這麼精神的糞來。好家伙，狗漢奸吳大巴拉的鼻子是真靈敏啊，這都能嗅出來。憑着這處細節，他當即推斷，敢騎着東洋馬在這一帶大搖大擺走大路的，十有八九是他的老對頭新四軍6分區司令陳大雷。於是為了避開硬茬，吳大巴拉臨時變卦，放棄了人煙稠密的大黃莊，轉而選了偏僻的小黃莊。誰料這一躲竟陰差陽錯的和駐紮在小黃莊的陳大雷撞了個正着。你有多少人多少槍？我現在有1個連3個排，一共是135個人，人手1槍。不過這個半數的槍械老舊啊，子彈更是不走啊。這便是敵後抗日武裝的真實窘境。陳大雷堂堂一個軍分區司令，手上竟然只有1個營的部隊，實際兵力更是只有1個連。而面對數倍於己火力碾壓的日偽軍，硬剛自然是行不通。可陳大雷為何執意不撤呢？答案很現實，因為小黃莊背後一馬平川，大部隊一旦撤退，目標太過明顯，只會淪為鬼子的活靶子。絕境之下，陳大雷想到了2條好計策。首先，他緊急召集所有班長開戰前動員會，因為在生死關頭，往往班長能在惡仗中發揮最大的作用。其次，再安排文書翰林偽裝成放羊官，故意在前面帶路的偽軍面前露臉，並謊稱小黃莊裡毫無新四軍的蹤跡。等誘敵深入後，再出其不意，擒賊先擒王，拿下偽軍司令吳大巴拉。不要出聲，不要動，動一動你就小命鬆。不敢动，不敢动。陳大雷活捉吳大巴拉有2層深意：第一，他拿捏了大部分偽軍避戰的心態，以此可以減輕部隊的壓力；第二，逼偽軍向後面的日軍釋放錯誤信號，搶占戰場主動權。這位長官是我陳大雷啊。報告陳司令，兄弟是蘇北護國軍第3縱隊司令吳雄飛。瞧這吳大巴拉的嘴臉，果然是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。前一秒還是偽軍司令，可下一秒就給自己冠上蘇北護國軍縱隊司令的名頭。不過也正因這扭曲的生存智慧，才讓他在這亂世之中活到了現在。兄弟雖然在淮陰城裡頭，但是我是一直身在曹營心在漢。吳大巴拉是鬼話連篇，但陳大雷哪有閒心聽他扯謊，當即打斷了他的表演。他一邊逼問鬼子的具體兵力與火力配置，一邊勒令吳大巴拉的部隊打旗語，向後方日軍傳遞小黃莊無心四軍的假情報。因為他心裡門清，敵我兵力裝備差距懸殊，這仗必須速戰速決，而唯一的戰機就是日偽軍之間那幾里路的空檔，這是絕境之中唯一的破局之機。不過好在他還有一張王牌，那就是神槍手順柳，在戰場上一個百步穿楊的神槍手，其作用甚至遠勝一個普通步兵排。司令员，待會兒打起來时，能不能給我再配2支槍，就是2個人的子彈？